大家好，这一回跟大家讲一讲美国银行 BOA 如何去拿信用卡新开户的奖励啊。注意新开户啊，如果说你不是新开户的啊，或者说你的卡片注销过的，注销过大概也要就1年半或2年才能重新开户算有奖励啊。不过在美国的话，如果注销卡片的话，其实是会扣减信用分的啊，所以说建议不要随便注销，也不要短时间内申请一大堆卡片啊，这样的话也对自己不好啊。那么直接说吧啊，这张卡片的话就是我自己用这张卡片啊，它这边是积分形式给你返现的啊。那么积分形式的话是25000积分，一个积分相当于1美分啊，1:1的啊，这个很好算啊，等于说250美元。然后呢，这个钱呢不是说给你直接一个现金啊，如果现金形式的话，可以打到你的支票账户啊，它是通过那种最划算的方式的话，就是抵扣账单嘛啊，抵扣你的旅行类消费账单，可以获得就是1:1的。如果说你抵扣这种超市啊，山姆啊，或者说 Costco 啊这种超市去买东西的话，那的抵扣账单的话没有抵那么多啊。不过旅行消费的话也很好搞，比如说吃饭啊，吃饭就算吃饭啊。还有买机票啊，还有那个公交车、地铁，当然都算了啊。那么还有一张卡片就是红卡啊，就汪图说了一张卡片。这张卡片的话是$200的一个钱啊，这 cash 啊，我不知道它 cashback 的话，它是以这种应该算是它是以这种钱的方式直接回到你的这个信用卡卡片里面的。我估计这个税的话应该也是可以避免的。它这个不是说给你现金啊，因为现金的话，说实话，其实那种税的话，他说是说要提交税表，但是一般来说啊，我认为的情况是什么？就是因为美国银行嘛，有很多这种 refer 知道吧？就是我有这张美国银行卡片，然后我给你个链接，你通过链接你办了张卡片，等于说我推荐奖励，那如果说我可以推荐10个人、20个人的话，那个人的话$150的话，1500，$1500你是不会到我这个信用卡上的，你可能会到我支票账户啊。这个时候我从美国银行赚取收入的话，这个属于我服务了你啊，这个是要交税的啊。那么因为这张卡片呢，我自己本人没有啊，然后我朋友呢上次跟我一起去银行的时候，他办了这张卡片。那银行的柜员当时跟他说呢，你最好就是刷完卡之后过一段时间，等这个钱入账之后，你打电话给银行问问看什么时候返现，这个任务到什么阶段了。应该来说啊，这个 APP 里面会显示的。我以我的为举例，那我拿开我的自己的 APP 啊，我这边显示的是卡片被锁了啊，这个卡片锁的是我自己锁的。那还有一个就是不寻常的活动啊，因为这张卡片的话，我刚刚拿到手呢，刷，每天刷的笔数很多。因为我为了完成任务嘛，拿这个奖励嘛，所以说呢被限制了。这个限制呢，你可以看我之前视频啊，我怎么解除的。好，卡片就是这张啊，你可以把它锁起来啊。如果说你不用的话，锁起来啊。锁起来了之后呢，APP 里面的话打电话解除。如果说电脑网银的话，你可以自主解除，这个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张卡片的话，寄过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它激活了啊，我就已经开始想把它绑定了。所以说呢，它有3个月时间嘛，我怕来不及，本身消费也不是很多。好，这张卡片的话，中途还丢了一次，所以说我时间呢，从那个6月27号，现在还没到6月27号，当时呢还剩了没多少天啊，就是1个月浪费掉了。其实我等于两个月时间要完成这$1000的消费，是吧？这个是一个进度条啊。其实它点开 APP 里面点进去之后，它就下面往下拉，就有这进度条的。你看这边刷的话，你当天刷是不会记录的，要2-3天之后才会显示出来啊。好，比如说你是这样子啊，你看这边它就显示的很清楚啊，这边的话花了多少钱了啊，还要花多少钱。那么你要这个进度条打满啊，打满之后$1000，然后呢你获得这个250的元啊，然后呢每消费1个美元的话可以获得1.5积分，就是相当于1.5%返现啊。这个1.5%返现的话，你必须要抵扣旅行类账单，我刚刚说了那个账单。好，当你完成之后呢，就像我这样子啊，我完成的时候。最后一个，它就像马拉松赛跑一样啊，最后一步完成的时候是1037啊，1037之后完成之后呢，就再没有涨上去了。你后面其实还有消费啊，比如说我去 Costco 买东西啊，买消费，它就不算了啊，它达标就行了。那中途的话，其实我这边有很多交易啊，后面发生退款了，其实它也不管了啊。事实上，它有的规则里面说这个要净消费嘛啊，其实我就感觉它不是很严。那所以说这个怎么去，如果说你暂时没有花钱的欲望或者说花钱需求，怎么去达标这个？比如$4000怎么办呢？啊，$1000怎么办呢？$1000还好一点。那$4000的话，3个月消费的话，有些人花不到这个钱啊，那怎么办？我觉得有个很好办法，就是说那种也是个漏洞啊，你去买亚马逊的礼品卡，或者说别的礼品卡也可以啊，只是说亚马逊礼品卡呢，
我知道的优点就是说，你买了礼品卡之后，你放着别去动，你可以在半年之后申请退款啊，半年之内啊，180天之内可以申请退款。等你这个拿了奖励之后，你把钱都兑换完了，然后你再退款的话，银行根本就没法撤回了呀，是不是啊？这个事情。当然，亚马逊礼品卡，如果说你买多的话，你特别是亚马逊账号经常不用的新号的话啊，你直接上去买礼品卡的话，很有可能被风控，很有可能认为你这个有欺诈交易啊。这个的话，其实大家避免一下啊。所以说呢，你如果新的亚马逊账号的上去买礼品卡买很多的话，我觉得还是稳一点吧。好，接着说啊。当你如果说像我这样子1037达标了，他这个钱呢也不是说立即给你的啊，他要等这个账单出来之后，他才会给你这积分，然后这积分变成了这个27000多啊，因为本身你刷卡还是有1.5%返现的积分的嘛，那等于说我获得了271块美元的这个返现，然后这边点进去啊，点进去之后是这样子的啊，它是最低的话你要25美元开始兑换，2500积分兑换。那最佳价值对你的积分来说的话是2500积分啊，换25美元。那其实说实话就是那个嘛，你要换成旅行类消费跟那个吃饭消费嘛，对吧？点进来之后呢，这个是你的积分啊，然后呢你要把它勾选啊，哪些账单勾选，比如说这个上海这个也算啊，然后勾选旅行消费，选住啊这个吃饭的或者这个拉斯维加洛杉矶的这个交通啊。然后你看我这样选很多啊，现在选的话是249美元价值了。啊，然后这边需要积分兑换是这个价值，对吧？我还剩余这个积分，然后总共的话我是27193嘛，对吧？然后呢，我兑换积分总共兑换这个27154啊，尝试兑换，然后就把这个200这个不要让它兑换啊，你就把它兑换成功嘛。虽然说积分是不会过期的啊，但是这个旅行消费的话，我干嘛要留着啊，对吧？早点兑换不是更好吗？好，我给这个积分啊花了1分都不剩啊，就剩了39积分。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有些时候啊，银行很会无理由的把你关户啊。那你虽然说积分不过期，关户的话，你的积分就没了，懂意思吧？所以说你还不如早点花好。然后呢，就是这边的话，你要做一个操作啊，这操作很酷啊。你把这个按钮往下按，好像滑动，它就兑换了。好，这样就兑换成功了啊。他说 will be 啊，就是将要，大概呢这个情况呢也要过个2-3天啊，3个工作日，那么完成这个交易。那有些朋友会问啊，这个抵扣账单之后，那我这个本期账单的还钱怎么还啊？我也不清楚啊。我觉得应该来说的话，你应该是可以算是一个还款交易的啊。比如说你欠了400美元，这边不是给你这个账单返还嘛，271美元，那你就还剩下的部分就行了。但是呢，我还是按照原来还啊。但是原来还的话，有个部分就是我现在不是信用卡上的话会出现，就是我有正向余额，就是我里面用自己的钱，是吧？那这种情况呢，你尽快把自己的钱3个月之内用完。比如说像我这样子多了100多美元，然后呢要3个月之内用完。如果3个月不用完的话，对你来说没有伤害，但是会产生一个问题，美国银行会把你多剩下来的你自己的资金部分会给你发支票啊，这个时候就麻烦了。他是这样子操作的啊，我估计他是会计上操作。好，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账单啊，显示里面这个 Travel Credit 啊，这个是271美元，然后呢，它的交易类型是银行转账、银行交易啊，所以说我认为它这个应该是可以算还款账单的，那你自己看着办啊。